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励志欧洲生活的频道。今天来大家参观一下传统奥地利风格的实木小木屋长什么样子。首先，先从外面的栅栏走起，来感觉一下830平方米，相当于250平的土地有多大呢？这围墙应该跟木屋一样，都是1965年建造的。看得出来已经有一点年代了，下面的水泥墙都有部分剥落，再加上上面的铁栏杆，大概有180公分，在奥地利来说算高的围墙了。一般的房子栅栏大概都在120公分左右，没有真正的遮蔽隐私功能，顶多就是宣示一下这以内是私人地。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种松柏树，在奥地利非常常见，种在围墙区域。好处是在冬天的时候，叶子不会掉落，还是有遮蔽功能。但是有3个缺点。第一个就是价格不便宜，所以房子买的时候都是小棵的柏树，然后它的生长速度很慢，所以会有好几年都没有遮蔽功能。那第3个缺点就是它长大以后必须要定期修剪，不然会长得太高太厚，影响到花园内的日晒范围。那请人来修剪，每个人每小时至少20欧元。那一般公司都会派2个人来修剪，一趟下来都至少200欧元。那这样也是一笔负担。所以很多房子的围墙可以直接看进去房子里面，一点隐私都没有。好了，外墙做完了，就来看一下花园吧。普通的花园大概就长这个样子，通道的两边种一些花跟果树。那最常见的就是苹果跟梨子树，几乎每个家的花园都会种。那旁边呢，还有一个小木屋，就放花园除草机和一些花园的工具，脚踏车之类的。这样看起来800平方米的花园，一片绿意盎然，看了心情就很舒服。这木屋虽然是1965年建造的，超过50年了，但是屋子的状况维持得蛮好。2层楼，总居住面积约80平方米，相当于24平。是不是很小巧的房子啊？那看完了花园，我们就开始开箱主建物吧。首先，1楼的露台，我们可以看到有椅子可以坐下欣赏花园。那往上看也可以看到，整栋房子都是由木质建材建造的。因为奥地利的森林蛮多，所以木材是最普遍的建材，而且价格也不会太贵。一入门就是一个小玄关。有鞋柜跟衣帽柜，那它们都是实木的材质。那我们看左手边，一进去就是客厅，可以看到有2片窗户，光线相当的充足，而且窗户下方各摆了一台暖气。那暖气的位置也相当的经典，整个空间摆个大沙发也没有问题。那看完的客厅，转向右边的厨房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实木的餐桌，还有餐具柜。在右边呢，就有蛮多的储藏空间。毕竟50年前的样式有点老，但是状况还是蛮好的。然后窗户上方的那个小短窗帘，在奥地利跟北意大利的传统房屋也很常见。那再来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厨房的瓷砖也是算蛮老式的。那欧洲都用电磁炉居多，那个黑色的正方形整合了4个电磁炉。那再往里面走，有一个客用厕所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蛮小一间的。那在奥地利的厕所跟浴室通常都会分开成2间，所以它的厕所就是大概正常的这样一个大小。值得一说的是，虽然马桶这么多年了，但是还是蛮干净的。那看完了厕所，来看一下浴室。
有浴缸跟淋浴拉门。那瓷砖也是蛮老旧的，那在浴缸的旁边这个小空间呢，就可以摆上洗衣机。这样的浴室大小，我觉得也还不错，以这样子的一个居住面积，已经算蛮大的。那在楼梯旁边呢，还有一个小储藏室，可以放一些打扫的用品。那这边呢也有窗户，光线非常的好。那看完了一楼，我们就走上二楼来看看吧。那木头的楼梯如果不加地垫的话，在室内穿袜子下楼梯很容易打滑。很难想象这木屋已经超过50年了，怎么每面墙都闪闪发亮啊？保养的也太好了吧！特别的是，一般的木头经过日晒多年后，都会慢慢褪色。可是，在这个楼梯墙面上，完全没有看到这样子的痕迹。那上了楼梯直走之后，首先会看到一个小储藏间，然后就是主卧室。可以看到它的衣帽间做的蛮大的，不过就只有摆上2个简单的吊衣架和一个4层架，和一张桌子。搭配拉门，显得整个空间非常的大。那窗户外呢，可以看到邻居的房子。其实摆了双人床，整个空间也是很够。即使有2个小床头柜，走起来也完全没有拥挤的感觉。那2楼也有个小储藏室，可以放床单、棉被之类的。虽然整栋房子只有24平，但是储存空间规划得非常好，整个做好做满，感觉上一点都没有浪费到任何的空间。那最后就是小孩房，这空间就算摆个双人床也绰绰有余，再摆个书桌也没有问题的。那最后这张图就是房屋后方的样子。好啦，今天的开箱就做到这边，不知道大家对这种风格的房子有什么感想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那我可以考虑再多做几集奥地利房子的介绍。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麻烦支持、订阅，救救那少得可怜的订阅数吧。希望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